我们坐船在中朝界河鸭绿江行驶，离我们不到200米的地方就能看到朝鲜新义州的郊县。继续沿着鸭绿江航行，还能看到朝鲜的农村。朝鲜的农村人烟稀少，劳动工具很落后，很多地方还用牛车耕地。朝鲜一侧鸭绿江边上的小路，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。继续逆流向上，还能看到朝鲜一侧边境线上无数的暗堡、瞭望塔等。我们甚至还看到了一座朝鲜女子监狱。结束了鸭绿江上的航行，在鸭绿江上的一个小岛，我们看到了朝鲜女生的歌舞表演。这些女孩在中国已经待了5年，她们熟练掌握汉语，唱中文歌，虽然乐器都很简陋，但是表演水平很高。据说这些能来中国打工的朝鲜姑娘大都是在朝鲜有一定背景的。下面就跟着狒狒和文涛开始今天的中朝边境之旅。我们刚刚在桃花岛吃完饭啊，这会儿来到了江边，那对面就是朝鲜的这个叫清河郡清水县。我们等一下从这个地方就要坐游船去那边参观了。这个游船是分2段的，上半段叫上河口，主要是参观这个清水县县城的一些样貌，比如岸边的一些工厂啊、学校呀，还有就是两边有这种女子监狱什么的。但是我更期待的是下一段下河口呢，是船可以近距离的去看朝鲜的村庄的风光。其实这才是最真实的朝鲜。大家知道，现在虽然说朝鲜对中国游客是开放旅游的，就之前哈，但是它不是完全放开的。就我们过去时候必须要有导游全程陪同，而且带你去的地方也是他们想让你看的地方。对，就是我们其实很想有一个机会能了解到最真实的朝鲜。然后今天刚好这个船呢，就是我们就这样子的哈，我们这个团费上面是没有这个项目的，这个是自费的，我们自己再加钱，一个人再加几百块钱，才可以带我们去深入的去岸边去看。对，所以我比较期待这个机会哈。这个项目真的是，哪怕你报那种几千啊、3000、6000那种团啊，朝鲜几日游都是看不到这种东西。对，它都是旅行社给你规定好的线路，有专人陪同着你，你看到朝鲜的东西。我们这个等于是自由看的。大家知道吗？我们从丹东出去新义州，第一站一定会把你拉到他们伟人的广场，让你先去瞻仰啊，就整个都是设计好的流程让你去看的。所以我就今天特别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程序哈。能看到所有人，就几乎所有游客都看不到的朝鲜最真实的农村的样貌。其实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上河口景区也是比较有历史的，就是当年呢，这个彭德怀总司令，是从这个位置渡江去朝鲜去对岸的。当然，他指挥的所是不在这儿的，他在朝鲜的指挥所在大鱼洞嘛。但是这个口是他当年出去的一个口，并且呢，上河口这个位置也有一座非常著名的断桥。我们上船了。我们这个船是这次行程的一部分，然后我们除了这个船之外呢，我们还单买了一个，就是去村庄里能近距离看的。村里的那个船。对，我们这是游艇。这是个观光船哦，它上下2层，但现在冷，大家一般都坐里边。哦，这个船，对不对？差点走错了。找个靠边的。去行啊，去第1排呗。马上去朝鲜了，我带你去朝鲜，激动不？现在上河口就是往鸭绿江的上游方向走，就是往吉安的方向走。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朝鲜的这个清水县了。一会儿就是在我们的右手边，所以我们找了个右边的靠窗座位。对，丹东。太冷了。哇，风太大了！小土包啊，那就是朝鲜的暗哨。哦，江边那些土包就是朝鲜的暗哨。啊，你看一个一个包那个。对，这么矮呀。导游说他们的那个边防军人只能在里面坐着或者躺着去执勤啊，然后每隔3个小时换一班人。哇，这鸭绿江这个风吹得太爽了，透心儿凉。我的发际线都已经隐藏不住了。帽子小心点，别吹下去了。我帽子已经摘了，我帽子刚已经被吹掉了。吹下去就没了。你说我们沿鸭绿江走了这么久了哈，第一次在江上坐船能到这么近哈。对。感觉还是挺爽的，尤其是这个风，哦，好冷啊！
因为鸭绿江它不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嘛，所以我们中国的船呢是可以直接到他们岸边，就1-2米那个位置都是可以的。对。但是这2年呢，因为疫情呢，朝鲜那边就要求我们的船不能靠得太近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船呢，据说离岸边最近可以到200米左右。就没有以前就大家来看的那么清楚了。以前就到岸边儿，跟当地说话就可以。那么边看呢，那有个蓝墙的大房子，就是清水市的电影院。哦，电影院旁边呢，有住宅楼旁边呢，有个粉色的2层小楼，那就是江津别墅啊。哦，那黄色的是住宅楼，然后那个住宅旁边有个小的粉色的，是江津别墅。朝鲜生产大地部。哇，离朝鲜这么近啊！我现在离朝鲜感觉100多米，太近了，好刺激啊！好过瘾啊！狒狒都吹得头发这个乱舞。它这个清水线感觉也不是很大，就是在这个山坳里面有一点儿。对。这个线呢，这个房子可能就将军楼那块高一点，有个5-6层啊，其他地方大多数都是2-3层，矮一些。就那个黄色的就是民房，然后民房旁边那个粉色的好像就是将军楼。对，但是朝鲜它这个房子整个偏灰调的多啊，对，颜色比较亮的很少。是。很冷啊！现在外面我们感觉回到了结着冰的松花江上了，我的手现在就冻住了。我的手已经冻僵了。大家看整个甲板，2层甲板就剩我们2个人了，别的游客早下去了。我们现在离朝鲜的大坝就100多米，对在那拍照呢，感觉拍得清晰一点点。哇，有人，超清啊！这边就是朝鲜，这边就是我们的丹东，感觉离丹东比离朝鲜还要远一些，是吧？对，我们现在离朝鲜这一岸近。对。他们这边上有一些哨所，有时候能看到男兵、女兵在岸边执勤的。是的。朝鲜的这个兵感觉都有点矮，因为朝鲜跟我们中国不一样，朝鲜的男子过了16岁是必须要求当兵的，所以呢，就是里面高个矮个都有，不像我们会有一些条件的要求吧。而且朝鲜跟我们中国特别明显的一个区别是，他们的这个山上没有树，光秃秃的。对。而且很多地方的，如果山的表面的水土保持的还行，就全都开垦成耕地了。对。说实话朝鲜是我环球旅行计划中最向往的一个国家，因为它太神秘了。以前关于朝鲜呢，大多数都是耳闻，所以我们就很想用自己的镜头去拍出一个真实的朝鲜，但现在条件不允许，有时候呢只能跟着导游去看一些表面上的东西啊。船长说，对面那个绿色的房子还有大岩走这一块呢，就是清水县的清水工业区，是朝鲜整个的第2大工业区，当时日本建的。然后现在呢，朝鲜还在用。我看到对面的房子都特别的老旧，特别的破。看那个白色的，离我们就100多米，200米吧，还是特别的近。这个铁路桥呢，右边这一块是朝鲜的，然后左边这一块就是我们中国的了。我们现在船走到这儿之后呢，准备掉头回我们出发的地方。我们这儿掉头了，朝鲜，我们走了，拜拜，下次再去吧。我们已经坐完第一班船了，看到朝鲜那个清水线是吧？清河郡，清河郡，能看到中国以前和朝鲜那个就是送物资那个铁路桥，那现在基本不通航了。中国和朝鲜各守一半，你知道？狒狒太冷了，没去看，我在上面看的把我看冻死了。而且这个桥跟图门的铁路大桥是一样的，就是它那个桥可以看到中间有个分界线，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刷的比较干净新一些哈，内侧就是锈迹斑斑的。是。我们现在要去看朝鲜美女的演出了。据说在现在丹东还滞留了很多因疫情没有回国的朝鲜人，5年没有回来了。对，我们导游说。然后这边有一些跳舞很好的女孩在这边有表演，对，我们可以看。据说女孩都是朝鲜那些高官的孩子。对，因为可能普通人没有这些机会去学习这些才艺啊。
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挺荣幸的啊，来这边看看朝鲜的美女们。窗帘后面偷偷看我们呢。哇，我们跟一堆叔叔阿姨们抢座，冲进来，我们俩抢了最前排的，太厉害了。据说前面呢可以给朝鲜姑娘献花，然后还可以跟他们牵手。今天这个机会就让给我了，文涛主动把这个牵手机会让给我了。这就是他们表演的舞台了。对，看两边都写的是朝鲜歌舞。对，这可不是中国的朝鲜族啊，正儿八经的朝鲜人在表演啊。哇，那是他们的花吗？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位置。哇，这一会儿献的要花啊，真花假花？假花。我看他们表演的器具都挺简单的哈，电子琴，还有一些感觉小的鼓，架子鼓。对，唱歌的。它这个电子琴感觉有些年代了，像我们小时候学的那种窄窄的小琴。对。朝鲜的感觉都是电子。这两个女孩就是朝鲜的，对，穿着冲锋衣的。感觉还有那个女孩也是穿着那个桃红色冲锋衣的，都是。感觉她们穿上冲锋衣之后跟中国女孩看不了看。对，尤其是她们也化妆嘛，化妆的时候呢，她们都贴那个双眼皮贴，然后假睫毛、腮红什么的。化完之后呢，就是跟我们中国的美女长得差不多的。对。我们现在还在等这个朝鲜姑娘的演绎，不是朝鲜族的呀，真的是朝鲜姑娘的演绎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个位置现在可厉害了，是在丹东的鸭绿江上。这个就是鸭绿江，鸭绿江的入海口呢就是丹东市，丹东市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上河口这块儿，在江中心的一个小岛上，这个就是河口景区啊。看我们的位置啊，我们现在就在这一片小岛上。这个岛离我们中国这侧近，它是我们中国的领土。对。这边还有其他那些岛，很多是属于朝鲜的。对。其实呢，整个鸭绿江上面的岛啊，属于中国的比较少，很多都属于朝鲜。那个就是朝鲜姑娘的更衣室，我们看几个姑娘在门口准备出来啊，出来了，马上准备出来了。她好像已经换好衣服。每当我迷惑的时候，你总给我一种温暖。我爱的中国，亲爱的母亲，我为你流泪，永远的自豪。我爱的中国，亲爱的母亲，我为你流泪。我们刚刚看完这个朝鲜姑娘，她不是朝鲜族姑娘，真的是朝鲜姑娘在跳舞，然后还跟狒狒拉两次手。他们就是中间会跟观众进行互动嘛。第一个女孩呢，她唱的是《军港之夜》，她就让我跟她一块儿合唱了2句。那第二个是这个跳舞的哈，对，她从下面就是随机找了4位观众，有男有女啊，把我们叫上去一块儿跟他们转圈圈。哇，那个朝鲜小姑娘那个手太软了，我现在在回味这个感觉，又软又滑又小，感觉我是个变态。但是真的感觉真的很嫩哈，一个个的。你怎么知道呀？我看起来很嫩。就感觉这个女孩挺不容易的哈，在异国他乡打工哈，这么冷的天。关键他们好多年没有回去了。其实刚才我跟他们就是上去表演的时候啊，我跟其中一个女孩就是对视了好几眼，她就看着我笑那种。哇，他们那个眼睛好清澈，就感觉很单纯，而且就是拉手的时候，感觉他们的手好小，软软的，就感觉跟妹妹一样啊，挺让人保护欲的那种感觉。
然后拉菲菲还不好意思。肯定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在第一排，我那个位置就很容易被拉到，总是被不同的表演者拉上去。其实里面就，大概5、6个女孩，对，5、6个，她们就是循环的，是，比如2个打鼓，2个唱歌，下一波就是3个跳舞，2个唱歌，就这样子，对，一直循环在唱。看完了这些朝鲜女孩们的表演，我们继续下半程朝鲜农村之旅。在船上，我们离朝鲜农村最近时只有100多米。下午天气放晴了，我们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有点点下雪。你看这会儿这个鸭绿江颜色超好看，是那种蔚蓝色的啊。然后我们现在看着对面的这个朝鲜的房子特别清楚，所以我刚刚就在想啊，你说这些几年回不了国家、回不了家的女孩，天天在这个小岛上面，表演啊、工作啊，是吧？每天都是看着对面的家乡，不知道心里什么感觉啊？近在咫尺啊！这现在我们这个位置离对岸就几百米啊。我身后的这个就是丹东的国门，那这个国门的位置呢，也正好是辽宁省的最高点。身后就是朝鲜的清水县，那旁边还有我们国家的19号界碑，都是在这个位置的。其实我认为呢，这个河口这个景区啊，是要比丹东市区的几个景点更好玩的，因为这边呢离这个朝鲜的农村更近，你可以近距离的比较真实的去看对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。而且呢，这边也有一座断桥，不同于丹东市区的鸭绿江断桥，这边的断桥游客更少一些。我们现在呢往断桥断的那个口那个位置走一点，去看看。在桥的最尽头呢，它其实是封着的，能看到啊，所以这边还比较安全。我们走到断桥的尽头啊，上面能看到以前断桥上面这应该是电线，电线都可以过去的。因为这个桥以前它是一个铁路桥，所以有一些配套的一些设施。是。哇，我们现在已经走到尽头了。从这边看呢，这个桥是齐生生的被炸断了。对。现在我们和对面的那个桥墩中间呢，应该是还有其他的桥墩已经消失了。中间这个豁口非常的大，其实2个桥墩本来是没有这么远的，中间缺了几个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中国这一侧呢还行，我们从岸边可以走到这个断口这儿，但是朝鲜那一侧已经完全的不能用了，荒废掉了。对，它那个这个桥墩的后面那个桥墩，2个中间的桥梁已经完全掉了，没有了。能看到我们这桥的跟前这块长草了都已经。说明那一块也很久没有动过了。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朝鲜的，也是我们这个离子冰洋啊。在这里边的话呢，如果你拿望远镜的话，能够看到里边站的是朝鲜的女兵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整个鸭绿江沿线的唯一的一座女子监狱啊，里边关押的是朝鲜的女性罪犯。有人那干活的，还有在这里呢，关押的主要就是当年呢，凡是想偷渡到中国来，然后呢，像我们说的，被抓到的都关押在这里。这个女子监狱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，到现在的话呢，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啊。比如说啊，在朝鲜坐飞机、坐火车全部都要开路条，像这种路，它只要出城的话就需要路条。有一个边境地区管得特别的严，全都是警察哨所，这边全部布满都是暗锁、地堡，挺好玩的。这块比我们刚才看到的位置离朝鲜更近了。那边好多人骑自行车在下班，好多人，好几个。第一次离朝鲜这么近了。然后他们的边防跟我们一样，也有好多。
Thank